叶姐，我向你道歉，也向你致敬。嗨，道什么歉呢？我也错怪过你嘛。比如在火灾定性问题上，我也有些话说过了头。当时我真是急火攻心呢。没关系，叶姐，您多保重，下面的事就看你们的了。你也多保重，我忙过这阵子以后，就到医院去看你。谢谢，叶姐，我可再提醒你一句，王长工很难对付。谢谢你的提醒，我会注意的。啊，这个方便面我不吃了啊，你们吃吧啊。哎，你们继续吃饭，我来跟大家通报一个情况。哎，这个方便面怎么样啊？我觉得行了啊。陶阳同志，这个情况很重要。如果王长工真像江正流揭发的那样，在那个晚上下令击毙苏阿福的话，当然是有不可告人的目的。但是我有2点疑问。第一，江正流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？这位同志会不会因为自己受了处分，挟私报复王成功？第二，王长工击毙苏阿福的这个话，是不是在发现苏阿福的那个晚上说的？如果不是，如果发生在加油站劫持事件时候说的，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。是的，裴军书记，这2个问题我也考虑过，但我得出的结论是否定的。江正流没有报复王长工的嫌疑，因为没有旁证。正流同志本来不打算检举。情况呢，就是这么个情况。赵局长，好，你们反贪局连夜传讯新世界地产公司的老板熊向海。好的，必要时拘留。是。张检，你和陈检一起到市政府办公厅查阅一下解放路6号地段的批复文件。好的。小高，你也不要放弃努力，马上回看守所。根据江正流和苏阿福提供的2条线索，继续做周秀丽的工作，让她尽快开口说话。好，好，同志们，分头行动吧。我的另外一个判断依据是，王长工的无法无天是有历史渊源的。虽然下令击毙苏阿福的电话没有旁证，但是另外一个事件是有旁证的。等一等，你说的另外一件事是什么事？1998年的冬天，南四矿的矿工打死了2名外地的流窜犯。哦，王长工做指示不让公安局查，一句话就定了畏罪自杀。这一点在长沙市公安局的案卷里有记载。哦，你详细的给我说一下啊。吴处长，我交代，我主动交代。那好，熊老板，那你就说吧。不过你记住，一定要实事求是的说。是。吴处长，我现在说还算自首吧？其实我真准备自首的。一听说周秀丽2审判了死刑，我就知道完了，我完了，王省长也完了。你呢，还算个明白人，那我也不用跟你多说什么了，你就把向周秀丽和王长工行贿的事实交代清楚。是，我自首，彻底自首。1999年3月，我为了拿到解放路6号地，通过周秀丽给王省长送了480万好处费，是分2次送的，一次200万，一次280万，全是现金。我已经清楚了，我和省委会认真对待的。那好吧，裴
裴军书记，我先回去了。啊，你等一等，我还想跟你谈点别的事情呢。啊，走。朝阳同志，对你的这个处分问题，是不是有些想法啊？裴军书记，怎么突然问这个？随便聊聊，反正组织上迟早要和你谈的嘛。赵书记，您该不是认为我也是在报复王长公？朝阳同志，你怎么这么想问题啊？叶检啊，果然不出所料，解放路6号地块是王长公亲手批的，白纸黑字，证据确凿啊！哼，这回咱们倒要看看这位省领导到底怎么个耍赖。叶检，熊向海交代了，他向王长公行贿480万。这进展也太快了，啊！赵局啊，你们反贪局是不是求功心切，给熊向海上了什么手段呢？好，张姐、叶姐，这你们就放心好了，这可是熊向海主动交代的。这个熊向海啊，一见无处就下滩了，以为周秀丽判死刑以后顶不住了，把他给交代出来，所以啊，他决定走坦白从宽的道路，还口口声声地说要自首呢。朝阳同志啊，我和省委相信你的党性，相信你的政治道德。事实证明，在这次513大案的查处过程中，你和市委是过得硬的，是经得起考验的。这一点，我和省委已经充分肯定了。这我知道，所以对将来的处理，我没有任何意见啊，这就好。我已经准备交班了，这就好啊。朝阳同志，不要这么急，要稳住阵脚。常委会还没召开嘛，处分方案还只是王长公同志提出的。你这个市委书记，既不能松懈，也不能有撞钟和尚的思想，啊，这没什么话可讲。所以，对于组织处理措施，希望你能够正面理解，正确对待。放心吧，裴军书记，我一定正面理解，正确对待。那好。我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，你愿不愿到省里来？我服从您和省委的安排，可是我希望能做实际一点的工作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目前情况啊，比较复杂。不瞒你说，长工同志提出你到劳动保障厅做副厅长，兼党组副书记。有人赞成长工同志的这个建议。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也确实非常重要。省委开会的时候讨论了这件事，我想听一听你的意见。好，那我就说说我的意见。说实话，如果真要离开长山了，现在我心里最不放心的就是南部矿区失业矿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啊。唐书记，我向您汇报。什么？王长公通过周秀丽受贿480万元。唐书记啊，这是行贿人自己主动交代的。子京同志，现在省委赵培军书记就在我身边，你直接向他汇报吧。子京同志，你不要着急，慢慢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朝阳的安排我是这么看的。唐朝阳同志呢，对弱势群体是有感情的，对长山南部煤矿的失业矿工更有感情。安排朝阳同志担任劳动保障厅副厅长兼党组副书记是合适的。老刘啊，你这个省长同志是个什么意见呢？这个先听长工说吧。长工同志的话好像没说完。同志们，对这个长山南部破产煤矿和我们省类似困难群体的解困问题，我最近倒有个想法，看看能不能在长山煤矿集团
股份制的改造过程中，拿出一部分股份划入社保基金，还有一些国企的改制，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做？长工同志此事回头再议。说正题，如何安排唐朝阳？看看大家能不能够达成一致的意见。也好，对朝阳同志任用，也得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嘛。我说你们有完没完啊？啊？周秀丽，你不要叫啊！熊向海和江局长举报的事实，我们必须查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周秀丽，你以为王长工还保得了你啊？啊？你这梦也该醒了。我从来都没做过这个梦。倒是你们应该转告叶子京，想在我身上捞最后一棵稻草，那才叫做梦呢。我呢，好歹也是一死，我不抱任何幻想。甭说我不知道王省长的事儿，我就是知道了也不会告诉你们。什么杀人灭口的电话，什么480万，那都是你们的诬陷。你们有本事拿出证据来，拿出来啊！熊老板，你再仔细的回忆一下，这480万是怎么送的，不要漏过任何细节。有些细节和我们掌握的可不大一样啊。赵局长，周秀丽是咋说的？她有没有说起书的事？你怎么问起我了？周秀丽怎么说，我们能告诉你吗？熊老板，你还是实事求是的说。我再强调一下，不要漏掉任何细节，这很重要。好，好。我第一次送钱是在1999年3月的一个晚上，我用常山邮政局的邮袋装了200万，自己开车去了周秀丽家。哟，哎，哈哈，哎，周主任，我给你带了套城管方面的书。什么书？这么一大堆。嘿，你看看就知道了。这是第1集，第2集一出，我再给你送。熊老板，是惦记6号地的事儿吧？那我告诉你，据说已经批给别人了。你是说苏阿福？周主任，你先看看我的书嘛，200页呢。熊老板，搞什么名堂？啊？周主任，你看清了，这可是好书啊！书是好书啊，可惜我又不是市长。市长还不听你的，你和长工市长的关系谁不知道？什么关系？我只能试试。你先把书扛回去吧。怎么会不行啊？那长工市长也该是个读书人吧？哎，6号地是块风水宝地吧？那周主任，你和王市长的意思呢？好像你一倒手就能赚上上千万啊！啊？280页好不好？2集480页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我只能试试。这次送钱的时候，周秀丽的丈夫规律在不在家？不在。那时候规教授在北京出差。那么第2次你送280万去的时候呢？也不在。周秀丽将他支使出去了。你把这些细节都写出来。好，好。今天就先到这儿吧。丁检，杀人灭口的电话没法证实，周秀丽又不承认当天晚上和王长工在一起，这480万他死也不认账，既不承认收了480万，也不承认跟王长工有关系。但是在熊向海的公司账上有提现记录。要继续做工作，加强侦查力度，一定要把周秀丽拿下来。是啊，但是要拿下周秀丽有一定的难度。丁检，在我们以前的办案经历中，从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，真是活见鬼了。
啊，案子办到这种地步，竟然还卡壳了。王长公的受贿线索明明清清楚楚地摆在那儿，似乎可以一伸手就可以抓到，可就是抓不到。所以现在要和王长公正面接触了。丁监，中央要采取措施了吗？省委已经向中央打报告了，中央已派调查组来了。太好了，这个意见很好，要抓紧落实一下。一会儿，长东同志，你先等一下啊，我还要跟你谈个事情。哦，那是在这儿谈还是到我办公室吧？啊，好。社保基金的持股问题，我也正想再跟您好好的汇报一下。啊，好。社保基金的问题呢，看来是比较严重。那么，按照您上一次给我们谈的那些指示精神，我跟他们已经跟他们谈了3点。那么第一呢，就是赵书记。裴军书记，他们是成功同志，中央有关部门的同志要跟你了解一些情况。好，希望你呢能本着对组织负责的态度正确对待，把自己的问题讲清楚。我的问题我有什么问题啊？你就不要跟我说了，跟调查组的程书记他们说吧。好，你们谈吧。王副省长，坐吧。好，坐。周秀丽，你就不要再抵赖了。熊向海已经向我们交代得很清楚了。既然你们证据这么确凿，那你们就到我家搜好了。好，这480万咱们先不说。那苏阿福那150万是怎么回事？苏阿福那150万我收了吗？苏阿福不是也说我退给他了吗？既然是这样，那你先前为什么要收下呢？那是因为我跟他关系不错，抹不开面子，在推辞不了的情况下，我就先收下了。但我后来退给他了。这么说，你倒成了廉政的模范了啊？你觉得这样能说服我们吗？那你来说服我好不好？那你就把480万拿出来啊！但愿王长公能向调查组主动交代问题。子敬同志可不能有这种幻想了。王长公是不会主动交代问题的，所以那个赃款必须找到，不能让他就这么蒸发了。如果这480万找不到，如果你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赃款和王长公的关系，那我们的问题就大了。不但你叶子京和常山市检察院，就是我和省检察院也得向省委和省政府做出检查。是啊，丁检，这个后果我已经想到了。不过你也不要灰心嘛，既然我们有线索证明王长公已经卷进来了，那我们就要顶着困难把它继续下去。你心里可是要有底啊！回去告诉同志们，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，有线索就得查嘛，依法办案嘛。不过我也得付出一点代价，了不起当另一个唐朝阳，到省劳动保障厅抓劫困嘛。丁检，唐书记的去向定了？听说到省劳动保障厅当副厅长。王长公被审查了，省委为什么还这样处理朝阳同志？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你以为唐朝阳就是王长公对他不满吗？你想想，被你们送上法庭的那些犯罪分子和被处理的干部，他们中有些人也希望唐朝阳下台。再说，唐朝阳作为市委书记，也应该负这个责任嘛。可是这样处理，毕竟有失公道。行了，我不要听了。你们带话给叶子京，告诉他，他不得好死。我先走一步了，我在阎王爷那儿等着他。周秀丽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要对叶检情绪这么大。
我今天跟你说实话，从你终审被判了死刑，叶简心里就不好受，一再说是你自己误了自己，被王长公给害了。虚伪，假的，全是假的，我不要听，我不想听。你觉得唐朝阳处理重了，有人还觉得周秀丽判重了呢。513大案能拿下来，大家都不容易啊。你叶子京和常山检察院不容易，他唐朝阳和常山市委也不容易。这位市委书记是付出沉重代价的，所以我的心里才不好受。唐朝阳同志坚持原则，依法办事，可是竟然落得这样一个结局，这也让人太寒心了。事情还要辩证的看嘛。你叶子京还不是在检察长的岗位上吗？513大案我们胜利了，我们办下来了，人民胜利了，法治胜利了，就连那个不可一世的王长公也不是被中央检察组调查了吗？我看唐朝阳付出的代价也值得。丁姐，王长公现在是组织审查，搞不好倒可能把我们办进来，我就不相信王长公这回还溜得了。如果真让此人溜掉了，哼，那不是大笑话。我这个检察长也该下台让贤了。你知道就好，子敬同志，那就请你和同志们拿出业务水平来，不放过任何的蛛丝马迹。问题就在周秀丽身上，就是那个480万，你们一定要追查到底，哪怕就在临上刑场的1分钟能够攻下来也行。好，丁姐，不行我就亲自出面。你看看，从哪儿找出来的？是从周秀丽的死囚牢里搜出来的。哦，这么说是王长公送给周秀丽的？你看看这张照片是不是不完整，缺一个人呢？啊，好像还有一个人。你看，这上面还有一只手。缺的那个人是不是他？这是不是你啊？嗯？嗯，对。黄伯产，你的态度还算是老实。说我争风吃醋，你倒好，你早早把人家王长公从这张照片上开除了。这这张照片啊，是公社宣传队小王拍的。当时啊，我还真不知道周秀丽和王长公的关系，还以为是看我的呢。你知道，为那个打狗事件，我是最早到工地上去的，是第一批进入劳动改造行列的。你后来知道周秀丽和王长公的关系，怎么还把照片留着？这从哪儿找出来的？我早把这事儿给忘了。国秀啊，不要太紧张。我跟你谈起这个旧事，并不是想跟你追究什么事情，只是想怎么做好周秀丽的工作。真的，其实
我们每个年轻人都有自己的青春经历。在你我相爱之前，你和周秀丽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其实都是很正常的。子清，其实我跟周秀丽真的没什么。是，对，当时就是挺喜欢她的。对。那时候的周秀丽是年轻美貌，哼，你们这些男知青啊，有几个不喜欢她的？都喜欢她，尤其是你，这我知道。可是，就在这张照片拍了没几天，周秀丽就成了王长公的人了。长公，在26年前的那个夜里，当我们在极度疯狂中将生命融为一体的时候，我今天的命运就被注定了。所以我不后悔，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。为了我，你已经做到了你所能做的一切。我对你的回报唯有忠诚，最后的忠诚。叶子京他们如果把赌注压在我身上，就输定了。长公，你要好好的活下去，就像你说的那样，笑对生活，永不言败。只要你好好的躲过这一切，我在九泉之下也就可以瞑目了。唉，我一生的奋斗追求，难道最终就剩下了一个女人的忠诚？这都是怎么回事啊？那些追随者到哪儿去了？为我欢呼的那些掌声又到哪儿去了呢？除了周秀丽的愚蠢之外，我究竟在哪里犯了错误？怎么会败在叶子京、唐朝阳、陈汉杰这帮人手上了？怎么会被周秀丽这个半老徐娘翻了船呢？我是不是太自信了，太迷信权力的威慑力了？周秀丽的忠诚靠得住吗？长公，我知道，就凭着你的身份地位，想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？可又有谁知道你那颗孤傲的心是如何的寂寞啊？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你的朋友因利益而生，你的敌人也因利益而生。你的灵魂没处安放，而我，长公，我是你的爱人，你的知己，你灵魂的家园，是你灵魂歇脚的地方，是不是？不，秀丽，你不要再犯愚蠢的错误了。你的愚蠢已经把我逼疯了。现在你绝不能承认和我有这种关系，也不要再谈什么灵魂了。在死囚牢里谈灵魂，你不觉得太奢侈吗？因为信任你，我伸了几次不该伸的手，铸成了大错，陷入了今天的绝地。这个错误的后果必须由你来承担，也只能由你来承担。什么？熊老板答应给480万？已经送来200万，全是现金。那苏阿福怎么办？你已经答应人家了。他的钱我退给他不就完了吗？你让我想想，让我想想。有什么好想的？又不是你经手的，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可是苏阿福那150万，一定要退。你放心吧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
是的，肯定是这张照片起了作用。王长公和周秀丽的关系我们都知道，他们的感情很深。周秀丽已经判了死刑，在这个时候，她不可能供出王长公的。哼，倒是王长公，他不会这么痴情，他有可能先供出周秀丽。是啊，王长公是个政客，所以啊，你不要找周秀丽谈了，直接让调查组直接供王长公。不，我必须见周秀丽，不能就这么放弃了。我已经想好了，我不以一个检察长的身份，我从一个昔日的老朋友的角度，跟他好好谈谈。周秀丽有你这样的朋友，真是三生有幸啊！国秀，你不是在讥讽我吧？其实，这只是我的职责所在。我们是想再多给他一次机会。如果他有重大的立功表现的话，也许还能留下一条生命。子敬，你真是这么想的？怎么？你怀疑吗？其实我们已经这样做了，国秀，我们曾经给过他这样的机会呀。秀丽啊，听说你一直在骂我，继续骂吧。老同学，你怎么赶到这儿来看我呀？别人躲都躲不及，你不怕我的晦气影响你一辈子吗？我可是马上要上刑场的人了。这么说，你已经认罪服判了。看来高文辉的工作没有白做。怎么？你是来为我送行的？秀丽，我是作为昔日的老朋友来看你，真诚的想给你一次机会。哼，哈哈，你给我机会？对，你，对，哈哈，那我得谢谢你呀，谢谢你来看我，谢谢你给我机会。你怎么这么说话呢？你是不是不相信我的话？你先不要激动，请你回忆一下，我们在老知青酒楼吃饭的时候，我是不是作为一个老朋友的身份，苦口婆心地提醒过你，让你把该说的事情主动地说出来，说清楚？如果那个时候你能主动地自首坦白，就有法定的从轻情节，结果就不会这么严重，也不会判死刑。那会判得更重。可你做出了错误的选择。你以为王长公会救你、保你，而且能保下你，所以你就葬送自己，知道吗？
你放弃了一个难得的机会。事到如今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害你的不是我叶子京，不是常山市人民检察院，更不是法律，而是王长公和你那迷信的权力。你认为权力大于法律，这不正是你悲剧所在吗？你给我闭嘴！害我的不是王长公，是你叶子京。是你迷恋权力，是你怕丢了官，你黑了心，你不择手段，是吗，秀丽？你还算人吗？好，秀丽，我不希望你再这样糊涂下去。如果你能够醒悟的话，你能够把你和王长公和那笔汇款的关系说清楚的话，有立功表现，也许还有一线生机。我希望你能珍惜这次机会。呸！判我7年，你们还要抗诉？你们现在倒要给我机会了。我不会上你的当的，叶子京，你给我听着，我不会上你的当，我也不会诬陷好人。你不做人，我还要做人呢。我觉得你们应该清楚的一点，就是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政治事件。很简单，因为我是这一次513事故处理领导小组的组长，是我主持了对唐朝阳、江正流这些犯错误同志的组织处理，所以他们就串通一气，就对我进行了这种无耻的陷害。秀丽，你既然这样不相信我，不愿意听我的话，那我们就改换一个话题，说一些别的好吗？我知道你的婚姻不是很美满，我也能理解你和王长公之间藕断丝连的那份感情，真的。我昨天还跟国秀说起你和王长公。那我就理解你跟陈汉杰之间的感情了。这话你曾经问过我，那你说我跟陈汉杰同志之间是属于什么样的感情呢？那你说我跟王长公之间又属于什么感情呢？你不要给我下套，叶子京，你听好了，我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跟王长公没有任何关系。那么你跟王长公之间总还有工作关系吧？我们可以说说你们之间的工作关系吗？据我所知，谈是谈，老聂不谈了。你给我听好了，是你毁了我，没有你我进不了监狱，没有你我判不了死刑，我就是变成鬼我饶不了你。周秀丽，你也给我听清楚，你饶不了我叶子京没关系，但是那些葬身火海的冤魂能饶得了你吗？秀丽，至于说到我跟周秀丽的关系，那更是别有用心。早年插队的时候，我和周秀丽是好过，可那些都过去了，都成为历史了。自从我到常山当市长以来，总有人在背地里整我。你们也知道，我在常山做市长的时候，改革的力度比较大，这就引起了有些人的不满，总是明枪暗箭的冲着我来。我不排除这次又是政治阴谋，我无所畏惧。王副省长，别太激动嘛，来，坐下喝点水。周秀丽，你怎么回事？从你进来以后，我们的同志不停地和你谈，谈到今天，你竟然还是这么个态度，当真就一点人性都没有了吗？啊？我说过，我的罪我认，我也说过，我的事我不赖账。当事情一出，我就后悔了，我后悔死了。那毕竟是150多条人命啊！可是我跟扎铁柱一样，我是过失犯罪，我罪不当死啊！看看秀丽，你又说错了吗？你怎么能跟扎铁柱一样呢？扎铁柱只是一个普通的下岗工人，他是汉电汉大义失火，
而你呢，你是一个城管委主任，你硬勒索了苏阿福的90万，批准苏阿福把那片违章的门面房盖到大街上，才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。所以，在解放路6号地的问题上，我就无法相信你说你把苏阿福的150万退给了他，又没拿熊老板的480万贿赂，这可能吗？谁都不是傻瓜，我们都有起码的判断能力，对不对？你如果没拿熊老板的480万，你怎么可能把150万退给他？你说的那个理由说得通吗？秀丽，我实话告诉你，熊老板已经交代了，